如果在家忙活2-3天就能让你省出一支哈苏最新的镜头的话，这活儿你干吗？之前家里不是装修嘛，家里的大活基本就干完了，然后就剩外边去换这个篱笆了。那天找人一问，换这么一个篱笆，就我身后就这么一段，我说多少钱？连工带料8000刀。哎，我心说这事儿我觉得我能干，然后算了一下，料钱差不多可能也就是1000刀不到的样子，然后加上这些辅料的话，可能是1800块能搞定，省出这几千块，购买一套相机了。你猜啊，我差不多用多长时间能干完？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毛本。我看了一下篱笆的情况啊，就是有几根主的柱子基本上还是好的，然后个别呢是歪了，是需要扶起来，然后横梁呢差不多烂掉了。之前我们家猫老从这儿爬进去。怎么样？把抠门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咱们要的这种就是要钱不要命的这股子劲头。整个过程最有意思的就是拆墙，我太解压了，而且特别出活。开工没有回头箭，这一步迈出去之后，想不干也不行了。画图还是用我的 PowerPoint 大法，以做木工这点精度的话 ，PowerPoint 是足够了。接下来呢，就是到了男生的购物天堂，去了 Bunnings， 把所有的主料、配料还有工具买齐，开干。我觉着啊，在澳洲职业选手跟业余 DIY 选手最大区别就是工具不一样。这5块内巴铠买起来这钱可不少了。材料呢都是现成的，我就直接用铺木地板的硬木作为围墙，然后找了一块尺寸正合适的硬木的围栏。您看我一站购齐的特效呢都是剪辑出来了，实际上是忘了这个需要那个，里里外外去了Bunnings不下7-8遍。况且我还得自己拍自己，整个的效率低了50%可不止。院墙拆成这样，想不干也不行了。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柱子下边老化严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用起重机把它整个像拔老太太牙一样给拔出来。整个施工期间消耗了10瓶可乐、4顿麦当劳，把中午这块最热那时间给躲过去，正好把那个木头上面的保护漆给它刷好了，晾干了，现在就可以给它重新埋到以前的位置里边了。自己干还有个原因就是我想做那种横条式的横式的围栏，这种围栏比那种竖条的围栏施工难度要大要麻烦，所以一般的做围栏的也不愿意接，而且接的报价也会比普通的要多一些。其实干家里这点事儿也别把自己想得那么崇高，只不过就是把小时候撒尿和泥那点事儿呢又重复了一遍，只不过咱们现在该用水龙头了。之前的房主施工的质量还是挺有保证的，你看看挡土墙用的这个大木方，这么多年没有任何的问题，重新加固一件，继续装回原处。要给支撑杆刷保护漆，这道工序一般的围栏公司是不给做的，因为自己家的东西嘛，我是想让它保护的长久一点，所以上了专门的防水漆和表面的这种户外的底漆，希望它在墨尔本这种多雨的环境下能够多支撑几年。昨天好死不死的在墨尔本这个月最热的倒数第2天在这干活，最热的那天是哪天？今天。哎，没事，咱有神器啊，谁用谁知道。看起来确实有点二。充电宝打开，后边带了风扇啊，这俩转动的风扇就给我这个背心里边冲这个凉气儿，让你身上瞬间舒服了。这天最高温度39度，我是当时去日本旅游的时候看到所有户外工作人员都穿这种冷气服，回了一下，还真是救了一条命，好使。任何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包括在户外拍摄的摄影师，严重推荐。身体凉快了，脑袋才清楚。这一天要精确的量下所有的尺寸，该进料了。
一干活，不是晒死就是下雨。我选这2天，倒是凉快了。墨尔本的夏天就是这样，要么暴晒，要么就是强对流天气所带来的雷阵雨。如果没事儿的话，千万不要在晴天户外的夏天去工作，真的会死人的。雷雨的好处能让自己休息一下，而且呢还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光线，这是这几天场景里边光线最漂亮的一天。你看那个植物就像人为的布光一样，多好看，多好看。这把台锯还是当年给孩子盖树屋的时候买的呢，现在的体力绝对干不了那么大的工程了，幸亏以前有这么个经历。其实到了上板子的时候，进度就快了太多了，而且也特别出活。在装的时候呢，我是用了5毫米加2毫米的垫片来控制每个板之间这个间隔，然后再用螺丝固定。话说马 k 塔这套电扳子从我来的墨尔本已经用了大概10多年了，造了这么多年还没出毛病，质量真是杠杠的。围栏的材料我是使用户外木地板的那种预制的材料，大概9厘米宽，而且呢在出厂之前呢已经经过浸油的处理，可以应付这种干燥或者下雨的天气，而且这种木材本身带着一点淡淡的香味儿，非常的舒服，也免打理，用户觉得非常方便。如果真是哪个坏了的话，也容易施工给它更换。干活的这些手艺呢，其实就是在油管上学的，也都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有体力就行了。侧院的围墙外边有一棵很大的山茶树，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植物，到春天可以开出来特别漂亮一层一层的花。然后这种山茶树呢，它是需要通风，但是也不需要特别强的阳光，所以依然是用这种带间距的横的围栏，正好还可以跟它搭配一下颜色，我挺喜欢的。活干到后半程就越干越顺手，越干越快，还特别的出活，我都佩服自己。我靠，这好东西咔咔咔就起来了。我是为了这个家吗？铲屎官哪能忘了主子？正好我这块有一块富裕的木头，我在想，干脆我正好盖在这个篱笆上面吧。正好我们家主子经常是从篱笆上噌窜出去玩去，这的话可以让他在上面走。你看上面能转弯了，以前是没法转弯的。猫步多好看！工程到这儿以后呢，就跟我自己的 PPT 图纸基本上差不多了。以前计算的料差不多也在90%的利用率以上吧，没有太多的浪费。整个施工过程基本上都是自己完成了，也就是在上扛板的时候，让我们家闺女给我搭了把手。毕竟这个长度4.7米，一个人搞确实有点困难，多一只手就很多的事儿。我们家闺女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但是这是几年中为数不多心想，要是自己有一个1.85米高的大儿子就好了的。围栏铺好之后开始收边，因为如果在上板的时候对齐，这个对我单人施工难度还是挺大的。最后上完板之后一起切，效果最好，最平整。
这活干到第4天的时候，哎，对自己的效率还是挺满意的，而且也找到了干活的规律，把干起来越来越快，越来越顺手。当上板的时候，如果找到节奏以后的话，那就是眼见的蹭蹭蹭蹭，眼见它提高喽。I don't mind saying I roll out of bed and I roll up. Ooh, stretch my back and legs. Well, now what did the younger me become? I make some coffee and a plan, and I decide on oats and eggs. Blow my cares away. Ooh, prepares me for the things that come. Yeah, beautiful morning, keeping me alive when the darkness comes. Ooh, that kind of a morning, it's the natural feeling that will make it through. And I have barely begun.